史无前例、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破来了。科学家首次成功测量了处于量子叠加态中的时间，也就是物体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状态下的时间流逝方式。这项最新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回答一个悬而未决近100年的谜题：量子力学和引力这2大自然法则究竟是如何彼此影响、互动，甚至可能统一的？研究人员正在通过一个分布式的量子网络，使用彼此量子纠缠的原子钟，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来尝试测量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：重力如何影响处于叠加态的系统，完全依靠今天已有的实验技术。由物理学家伊戈尔·皮科夫斯基 Igor Pykovsky 领导的这项实验，致力于填补一个科学鸿沟，将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与描述微观粒子的量子力学，在实验层面首次真正对话起来。这是人类物理学中长期未解的交汇点。接下来的内容将为您详细解读这项突破性的实验设计，它不仅刷新我们对时间本质的理解，也可能为现代物理学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原子钟，这种堪称人类最精密的计时装置，是本实验的核心工具。它的准确度可以达到误差仅为几十亿分之1秒。这些极度敏感的原子钟可以精确到惊人的程度，甚至能分辨出在上下几厘米的高度差中由重力引发的时间流速差异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厘米级时间差。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了一个震撼常识的观点：靠近地球等大质量物体时，时间会流得更慢。这种引力时间膨胀并非理论空谈，而是已经通过多次精密实验反复验证的事实。研究人员的想法大胆而巧妙，他们尝试让一个原子钟同时存在在多个地方，也就是多个引力高度上。这种量子叠加状态的应用，让我们能同时观察时间在不同重力条件下的变化。这一技术突破依赖于一种被称为 W 态的特殊纠缠结构，它可以把一个原子钟的量子存在平均分配到网络中多个节点上，仿佛同一个钟同时置身于多个高度，测量不同重力下的时间流速。因为这些量子节点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，每一个原子钟都会以微妙却真实可测的方式经历不同的时间流逝。这正是广义相对论在现实世界中以毫厘之差显现出来的方式。当这些处于叠加态的原子钟随着时间推移各自演奏它们的时间旋律，然后重新合并，就会像水面上几道波纹重叠一样，产生一种可以被探测的干涉图案。这是量子物理最奇妙的现象之一。这种看似简单却极为微妙的干涉图案，其实正揭示了引力势能的差异，也就是高度不同带来的重力差，如何悄悄地改变了这些量子系统的整体演化轨迹。这项实验的真正关键不只是看见干涉，而是精确观察当我们调节重力梯度，也就是不同高度之间的引力变化时，这种干涉图案会如何随之改变。这就像用显微镜观察引力如何刻画时间的纹理。如果结果显示，哪怕这些钟在不同时间流速中各自为正，它们依然保持彼此的量子相干性，也就是那种微妙的同步状态，那就说明量子力学的规则依然在弯曲的时空中牢牢生效，不受引力的挑衅。但如果我们发现这些钟的相干性出现减弱甚至崩塌，那就意味着可能触及了一个全新的物理边界，引力可能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量子的纯净行为，这将是迈向统一理论的一条线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实验并没有依赖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科技或奇异理论，而是充分利用我们今天就能买到、搭建并操作的现有设备。实验所需的一切，无论是用于纠缠操作的原子钟模块、稳定传输量子信息的光子链路，还是能够精准操控状态的量子控制系统，都已经在全球多家实验室中得到验证并实际运作。真正的创新之处是，这些看似老朋友的技术首次被巧妙地整合在一起，用来探索一个我们一直绕不开却从未实地测量过的终极难题：量子和引力能否在实验中握手言和？换句话说，当时间不再是一条笔直的线，而是像橡皮筋一样被重力拉弯、扭曲、延迟时，量子系统是否还能维持它那种既脆弱又神秘的稳定性？
这是这项研究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。在微观世界里，量子力学用一整套看似反直觉的规则来描述粒子的行为。比如说，粒子不是在那里，而是可能在那里。它们的状态可以同时是 A 也是 B， 这就是所谓的叠加，一切都建立在概率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。与此不同，广义相对论则是从宏观角度理解宇宙。它告诉我们，引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力，而是因为质量导致空间和时间本身发生弯曲。这套理论非常擅长解释像行星轨道、恒星演化，甚至黑洞这样的宇宙级现象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，这两套看似都非常成功的理论，却像油和水一样，无法自然融合在一起。尤其当我们试图同时描述一个既小又重的系统时，它们彼此说话不同调。在量子理论中，时间被当作一个平滑、均匀、始终如一的背景变量，仿佛宇宙里有一只永远不偏不倚的钟在滴答作响。但广义相对论却告诉我们，时间其实会弯曲，会被拉长压缩，它是动态变化的，取决于你身处的引力环境。这种矛盾在平时可能不明显，但当我们想要描述极端环境，比如大爆炸刚发生的早期宇宙，或者黑洞那令人头皮发麻的核心时，量子和引力的矛盾就像针尖对麦芒一样，无法回避，极其令人头痛。皮科夫斯基团队选择了一个更脚踏实地的方法，他们并没有试图一口气解决整个物理学的终极难题，而是设计了一个明确、具体，而且可以用现有工具直接测量的问题，力图从实验上撬开理论交汇的缺口。他们的问题可以简化成一句话：如果一个原子钟处于叠加态，它的多个版本各自待在不同的引力高度上，体验不同的时间流速，它们之间还能像原来那样同步运作，保持量子相干性吗？这不仅仅是一次炫技式的实验演示，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科学设备操作层面。这是一次正面挑战物理学根基的尝试，一种极少数真正触及到量子和引力交汇点的方法，用实验证据去问最本质的问题。虽然量子力学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了无数精密实验的考验，但那些实验几乎都刻意避免了重力的干扰，或是在可以忽略重力效应的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，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空白。而这次实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回避重力，反而把它当作主角之一，刻意将其保留在实验环境中，作为观察量子系统反应的关键变量。如果最终看到的干涉图案和量子力学的预测高度一致，那就说明哪怕时间在不同位置流速不同，量子规律依然坚定有效，这将是对现有理论一次强有力的验证。但如果实验中出现了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，比如相干性部分或完全崩塌，而不是因环境造成，而是出于某种新物理的机制，那我们可能正站在一次重大科学发现的门槛上，它甚至有可能重新塑造我们对引力的理解方式。确实，有些理论早就提出猜测，重力或许是导致量子系统失去量子性、回归经典状态的关键因素。也就是说，重力可能天然具有打断叠加的能力。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它在理论层面可能颠覆性的意义，它同时还为科技发展带来了实际应用的潜力，让整个研究看起来不只是纸上谈兵。首先，这项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量子网络，它们不再只是用来传递加密信息的量子通信高速公路，而可以作为精密测量宇宙规律的工具。过去我们谈到量子网络，更多是为了打造无法被窃听的通信系统，但这一次，它们被用来精确追踪时间如何在不同引力环境中走得快慢不一，把这些网络变成了物理测量的尖端仪器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技术不再只是用来连接的东西，而摇身一变成了探索自然规律的新型科学仪器，一种能够触及物理学核心问题的智能探针。其次，所需的所有关键设备，包括超高精度的光学原子钟、用光子维持的量子纠缠状态，以及误差极低的高保真链路，目前都已经在实验室日常运作中成熟服役。
目前在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地的国家计量实验室中，正在运行的光学原子钟已经能达到每秒误差低于10亿亿分之一的水平，简直可以说是听得到宇宙心跳的钟。这次实验的巧妙之处就在于，它并不需要我们重新发明设备，而是将现有技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组合，配置出一个能回答深奥物理问题的实验平台。第三，这项研究还有望推动我们迈向更高精度的时间标准，不仅对基础科学有意义，对导航、通讯等高科技领域同样是大新闻。随着 GPS 导航、深空探测乃至自动驾驶技术对时间同步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，清晰掌握时间在不同引力环境下的真实表现，已经从理论问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工程瓶颈。结语：总的来说，这项实验就像在时空的皱褶中探路的第一步，它提醒我们，时间并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，而是会被质量、引力所拉扯与扭曲，而这些量子系统或许正是我们窥见宇宙运行真相的钥匙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愿今天的这段探索让您对宇宙的运作方式产生新的思考。下次当您看着手表上的指针缓缓转动时，也许会意识到，时间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。